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家阳台小花园目前开放还不错的11种花草，在这么炎热的夏天6月，它们还能顽强的开放，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我必须要记录一下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而且马上就要到端午了，我又要出远门好几天，真的有点不放心它们，希望别把它们干到了。第一种鸟尾花，它真的是夏季耐热花卉的第1名。它反而是在夏天的时候越晒越热，它开的越好。你看最近天热的时候，它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花苞，而且它非常的能开，温度合适的情况下，在阳台有我的这个阳台小花园上是能够实现1年4季都在开放的。它就是有点不太耐冻，但是我们家里冬天是有暖气的，所以它冬天也可以开。大家也可以去我去年的视频里看一下，它从去年8月一直开到了现在，马上就要1年了。开个1年真的轻轻松松，只要不要过分的旱到它，它也比较的耐旱，非常的好养，不生虫不生病。而且它对光照的要求并没有特别的高，因为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家的阳光只照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在这种光照情况下，它还开的比较好，非常适合阳台上养。以前呢，我还经常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它这个地方的光照经过了2层玻璃，其实光照是更不好的，但是也能够开得非常好。第二种矮牵牛，矮牵牛也是夏季阳台小花园的开花王者。其实它现在的花量不是最多的，在春天3、4月份的时候，它的花量是更爆的、更多的。现在呢，夏天阳台缺光，还高温闷热，所以呢，花量这么多，我也已经非常的满意了。不过呢，这些是要用补光灯给它补光的，要不然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多的花量。不过矮牵牛度夏可能稍微有一点困难，而且它们从去年的10月份开放到现在已经有7、8个月了，它们的枝条呢也会有一点老化，可能就算度夏之后呢，状态也不是特别好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的种子收集起来，这样到天气冷凉下来，9月、10月的时候可以播种，这样我们又能拥有很多很多的矮牵牛啦。第三种凤仙花，它真的是能做到全年开花。如果你家里的温度不太冷的话，这个也跟大家之前在好养的花系列介绍过，看是不是超级漂亮？它这个是超级凤仙，非常的好看，但是它也是比较喜阳的一种花，所以我摆放的时候会把它放在西侧阳台这边，让它朝向尽可能多的朝向着这个窗户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摆放，是不是也挺独特的？是这种弯曲的弧度。我还试了一下用水滴型吊篮垂钓一下它，也真的超级的漂亮。所以它的造型也是有挺多种的。只是养护凤仙花在夏天的话，它非常容易闷根，所以我们要在夏天之前把它的苗养壮一点，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不要缺水。如果一旦缺水的话，它就很容易蔫儿，然后花苞花朵都会掉的。第四种虎刺梅，这种也是非常的耐旱，花期长，这个花期也是365天不间断的。从它去年1月吧开，一直开到了今年的现在6月份，连续开了1年半了。我感觉它继续一直开下去，完全没啥问题。光照呢就是随便晒，然后也比较耐旱。有时候我经常不给它浇水也没事儿，反正就是可能花苞会掉，它就是随随便便养护就可以了，就能够一直有花看。第五种海豚花，它属于苦苣苔科的植物，非常的皮实好养、耐旱，还不生虫，非常非常的推荐。可以把它养成这种垂钓的款，还可以把它养在盆栽里，也非常的好看。第六种蝴蝶兰，我家的这几盆还在一直的开放，真的非常好养，只需要给它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家里就是北边的这个飘窗面前，
尽可能的让它离窗户近一点，明亮反射光即可，或者是傍晚早晨的阳光，对它们来讲就非常的合适。它们真的花期好长呀，也很漂亮，也不用怎么养护，真的也没啥病虫害。这棵得重点提一下，这是花友3月多的时候给我的，当时来的时候叶子全是干的，然后耷拉着，也没有这中间的2片新叶。当时花友说它养不活，就给我了。我养护了2个月，可以看到它底下也长了很多的新根，这是它的水晶头，可以看到它的根系也是比较的健康的，这算是救活了。夏季浇水需要特别注意，我们只需要记住保持植料湿润就可以了，不管是什么植料，保持湿润就行，不要频繁的浇。比如说这个椰糠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如果能挤出水的这种情况下，千万就不要再浇了。用水苔也是这样的。夏季养蝴蝶兰的话，温度如果实在太高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开一下空调，控制一下它的温度。现在6月多的情况是不用的。它们也能够长得非常的好。第7种五色梅，顾名思义，它的花朵是5颜6色的，每个花朵颜色还都不太一样，开放的不同时期也不太一样，像彩虹糖一样的效果，真的非常漂亮。它的话，从5月开始，慢慢的就是一朵一朵花苞开始接着开放。它是非常喜光的，如果我家的光照再多一点，应该能开得更多了。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它的枝叶也是有毒的。第8种比利时杜鹃，它已经开了1个多月了，现在花苞也是在次第开放，只是现在天气有时候太热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缺水，如果缺水的话，花苞可能就干掉了。我的办法呢，就是杜鹃的养护一定要在一个稍微遮阴一点的环境，比如说这个窗帘挡了一下，这个窗纱挡了一下，这个地方的光照就基本上很少，只有傍晚的时候阳光会多一点。还有就是不要缺水的话，我底下给它弄了一个吸水的绳，这样呢，我们有时候加水就往这个托盘里加一点，它就自己往上吸，这样能让盆土一直保持湿润。它这个花型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像牡丹一样，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的花瓣。第9种丽格海棠，它也是能做到全年开花，只是夏天太热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注意浇水，别浇太多，容易烂根。它除了喜欢烂根之外，其他真的没啥毛病，也不生虫，不生病，非常的好养，开花还久。只是它的枝条会比较的嫩，不小心就碰断了，所以这个是需要格外注意的。第10种蓝雪花，我的这盆蓝雪花都伸到窗外去了，真的很漂亮的一种天空蓝的颜色，而且它还在不断的长花苞，天气越热，它开的倒是挺好的，还是挺好养的，也不生虫不生病，只是现在阳台上比较缺光，它还是比较喜光的一种植物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到这里，让它往外面可以去找光。第11种荷叶大戟飘雪，这盆是不是像雪落下的那种感觉？跟它的名字也很形象哎。我特意给它套了一个这种也是带雪花的盆，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它特别的好养，虽然说它比喜光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没有特别多光照的环境，就是它也可以继续的开花。浇水就是见干见湿，而且也完全没有任何的病虫害，真的超级好养。非常推荐，但是它的枝叶也是那种会流白色乳汁的，也是有毒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弄断了，弄到手上了，一定要小心啊。夏季高温的情况下，很多花草的状态是不如春天和秋天的，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更加用心的去养护，需要观察它们浇水的情况，还有温度的控制。但是它们在如此高温的情况下还能开，已经非常不容易啦。希望我端午回来之后，它们还比较的安康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，我们端午节后见吧，拜拜。